他是热播的选秀节目《好声音》的歌手，却被骗去了东南亚，落入了电诈园区里失踪了。就在1个星期前，他妈妈接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电话，他的女儿已经被火化了。他叫维拉·克拉夫佐娃，出生在白俄罗斯。白俄罗斯人自称是斯拉夫民族里的贵族，他们金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拥有最纯正的斯拉夫血统，而且每个女孩都很漂亮。他们的意识似乎还停留在那个纯真年代，在街上你可以与陌生的女孩聊天合影，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在一些人的眼中却是想要占有的财富。维拉克拉夫佐娃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白俄罗斯女孩。1998年，她出生于首都明斯克，在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里长大。学生时代，她就要去餐馆里打工补贴家用，还随着父母去圣彼得堡谋生，因此她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。她明白，如果在生活中需要什么，没人会给她，只能靠自己去实现。维拉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天赋，她不但有一副好嗓子，还会演奏长笛。长大后，她如愿地考入了音乐学院，从此以后，她命运的齿轮就越转越快。2017年，白俄罗斯的电视台开始录制《好声音》节目，维拉通过层层选拔，终于站在梦寐以求的舞台上。节目一经播出以后，她的歌声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也因此拥有了支持自己的粉丝。她开始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感受。但是，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孩，没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她走得更远，她的热点也逐渐被新的歌手所取代，名气转瞬即逝，而房租永远如期而至。1年以后，她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东方。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给她提了一个真诚的建议，她应该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。她未必会喜欢中国本身，但是那里有人愿意为她付更多的钱。所以她不是为了浪漫，也不是对异国情调的渴望，仅仅是生活的本身。2018年，她来到了中国，并辗转到了四川成都，在酒吧里唱歌。虽然她是为了追寻梦想，但这次旅程也让她接触了高风险的赚钱方式。有人愿意支付她很多钱，去帮助不能生育的夫妻生育下一代。而这个时候的她才刚刚20岁，却迫不及待地想要赚一大笔钱。2024年12月份，她向自己的朋友说，她结识了很多亚洲的朋友，已经熟悉了那边的生活。她想要留在成都开一间自己的酒吧，因此她甚至做了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。她有2位中国合伙人，一个是她的朋友，一个是另一位朋友的父亲，但她自己也要出一份钱。为了这笔钱，她准备了2套计划。A 计划是找一份高收入工作，赚到足够多的钱。她已经找了好几份兼职，其中有一份兼职是一家网络虚拟赌场里做实习的工作。她说，如果在1年内赚不到足够的钱，她就要启动 B 计划。这是一份可疑的网络赚钱计划，就是在网络上找个人为她投一笔钱。她说，现在的网络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，不过维拉也可能仅仅是开个玩笑。于是他们不再继续聊这件事了。但是谁又能想到，这句话竟成了一场预言，只不过它成为了别人计划中的一部分。2025年新年之后，他决定前往东南亚寻找赚钱的机会。第一站来到了越南。随后他与妈妈通话的时候，提到了一家泰国的模特公司。这家公司向他提出了邀约。他开心地向妈妈说，工作内容只是四处旅行，每次拍照可以赚几千美金。对于一个从小就要为自己争取生存机会的女孩来说，这简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。她的妈妈也为女儿感到骄傲。她说，自己的女儿是全国最漂亮的女孩，既然已经长大了，那么就去做自己的决定吧。维拉本人此时就在越南，离泰国很近。他认为，如果不满意，大可以随时离开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等待他的不是舞台，而是一个现代种植园。种植的不是棉花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在9月份，他抵达了泰国曼谷，但是这次行程他没有告诉家人。9月20号，他又神秘地乘坐飞机抵达了缅甸仰光。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被骗吗？这已经无从得知了。随后他就被卖给了一个电诈园区。这里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来自东欧，会讲俄语的人有很多，他们都是通过招聘工作被骗来的。一般情况是通过泰国发布的招聘信息，女性就招为模特，男性招为广告代理。抵达曼谷后，手机就会被没收，然后带进泰国的森林里。
在缅甸的克耶邦东南部有一个边境城市叫梅塞市，流经它附近的怒江正是泰缅的边境河，河面宽50到70米，旱季的时候甚至可以步行穿过河面。这些东欧人就经过这里，被强行带过怒江，他们被带到梅塞市，在那里被转卖给当地的电诈园区。而这些人因为没有手机，所以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泰国，就连求救都没办法说出自己的位置。这些招聘信息常常发布在2个东欧的社交平台上，所以俄罗斯将这2个平台封杀了。但是依然不断有人还能收到消息来到这里，他们工作的地方被伪装成普通的公司，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工作内容分工也很明确，就是欺骗其他的俄罗斯人。维拉的任务是在交友平台上寻找男性客户，与他们建立感情，然后利用话术让他们参加一个不存在的投资项目，或者是加密货币和虚拟赌场。这份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难，但他却不能划水，每天要被迫工作17个小时，去骗世界各地的人，每天要为他的老板赚够$300，否则下班后他就会受到惩罚。但是维拉显然没有配合这份工作，因为他很快就激怒了自己的老板。维拉去了泰国以后，并没有人发现他失踪了，直到10月3号，他的妈妈才终于发现了女儿的手机关机了，无法取得联系。他不知道女儿此时已经到了缅甸，于是他先向白俄罗斯驻越南使馆求助。使馆的工作人员与越南警方都加入了维拉的搜索工作。很快他们就发现女孩已经不在越南了，她去了泰国。然而在泰国也没有女孩的消息。最后的飞行记录显示，女孩在半个月以前已经去往缅甸了，但是在缅甸还是没有维拉的任何位置信息。10月9日，维拉的母亲发布了一份失踪声明。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正常人类无法想象的。2025年10月15日，一个来自缅甸的陌生人拨通了维拉母亲的手机，他说自己只是一名中间人。维拉就在缅甸的一个公司里上班，但是他违反了公司老板的意愿，也没有达成业绩指标，所以维拉只能被卖掉。而且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他，进行器官移植手术。如果他的家人愿意支付50万美金赎金，就可以释放他。但是维拉的家人表示，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大一笔钱。不久后，同一个人再次联系了维拉的母亲，他说维拉已经死了，现在他的器官被进行了非法移植，身体也已经被火化了。火化的费用和骨灰运往白俄罗斯的路费需要5万美金。如果维拉的家人愿意支付，将归还维拉的骨灰。噩耗传回白俄罗斯，全国震惊。维拉克拉夫佐娃的名字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这位曾经在热门的电视节目里大放异彩的年轻女孩，斯拉夫人的女儿，竟然被梦想带到了缅甸。她的母亲不仅失去了女儿，还面临着无法将维拉的骨灰运回来的困境。目前，白俄罗斯的外交部已经将所有可能的资源联系起来，努力查清与维拉失踪相关的所有真相。而她的妈妈也希望通过谈判，至少能将骨灰送回家。但这一消息来源仅仅是一个缅甸中间人的电话。那么，如果索要赎金的人只是个骗子呢？维拉会不会还活着呢？